中年女性的噩梦是什么？是突然失业，是穷困潦倒，还是感情受挫呢？其实比这些更恐怖的是，经常感觉有人跟踪自己，经常感觉还有别人存在，身边的人接二连三的受伤和死亡。韩国女孩金敏就经历了这些。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电影《门锁》。金敏是个脸蛋漂亮、身材苗条的都市女白领，每天过着2点一线的生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金敏时常更换自己家的指纹锁密码。可最近不知为什么，每天早上一起床总是浑身酸痛。这天早起，她慵懒地吃完早餐之后，便匆忙地赶去上班。离开家之前，她发现密码锁的盖子被人推了上去，但她并不在意，换了密码了就去上班了。到了工作单位，金敏穿上工作服，开始和同事们做早操。原来韩国的公司也是这样给员工洗脑啊！紧接着是一天繁忙的工作。金敏是一名银行柜员，同事孝珠向她传授了一些提高业绩的技巧。晚上，金敏和同事一起坐列车回家。金敏回到自己的公寓时，公寓管理员递给了她一个箱子，说是有人送给她的。金敏走到家门前，通过门上的纸条，她明白了，箱子里是妈妈送给她的红参。晚上，金敏和自己的母亲在电话里聊了几句之后，便上床睡觉了。躺在床上的金敏突然听到门外有传来了什么声音，等她走到门口附近时，她发现门把手在不停地转动。此刻外面肯定有人想打开门，金敏害怕极了。没过一会儿，外面没了动静，她透过门的猫眼向外看，可是却没看到任何人。于是她壮起胆子打开门，向外面查看。走廊空空如也，只发现地上有一个烟头。金敏报警了。警察到来之后告诉金敏，仅凭丢弃在门口的烟头是没有办法立案的。没办法，金敏只能回床上睡觉去了。可到了深夜，迷迷糊糊之中，她感觉到一个男人上了自己的床，还抚摸了自己的头发。第二天，金敏只觉得全身酸痛，她还不知道昨晚那个男人的存在。金敏上班时看到了公寓管理员，她忽然想到要调看一下摄像头，以此来查看昨晚骚扰自己的人是谁。不过因为着急上班，她并没有立刻查看。来到公司后，金敏突然和一个客户发生了一些不愉快。客户在柜台前大吵大闹，这样金敏很难堪。不过那个客户似乎喜欢上了金敏，因为他不停地约金敏喝咖啡，还好经理替他解了围。晚上回家后，因为发生了很多诡异和不顺心的事，所以金敏难以入睡。等他入睡之后，床底下突然爬出来一个男人，他先用迷药迷晕了金敏，然后又去浴室洗澡刷牙，看起来就跟在自己的家里似的，最后还在床上抱着他睡觉，直到金敏起床前才离开。第二天上班时，经理告诉金敏，他已经成为了银行的正式员工了。晚上等车回家时，金敏在公交站又碰到了那天和自己顶撞的男客户，开始纠缠金敏。好在银行经理及时出现，再次替金敏解了围，并开车送金敏回家。金敏回到家后，发现家里停电了，这时门铃响起，把金敏吓了一跳。透过门眼一看是经理，这才打开了门。原来是刚才金敏不小心把钱包落在了他的车上，经理是给他送钱包来了。得知金敏的家里停电后，便主动提出要帮他看看线路。摆弄了2下之后，家里还真来电了。金敏怀疑经理就是那个经常跟踪自己的人，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对经理说过自己的门牌号，而他却能找到自己的住所。于是金敏立刻报警，可等警察打开家门后，却发现经理死在了金敏家门口，家中还放着一些男性用品。警察怀疑是金敏指使别人杀了经理，因为没有直接证据，警察只能将金敏释放了。实际上那些男性用品都是金敏买来为自己壮胆的，而科长平时就喜欢金敏，门牌号也是问了公寓管理员才知道的。出了这样的事，银行只好将金敏开除了。金敏查看了公寓监控，可是却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。发生了这么多恐怖和不愉快的事情，金敏就想尽快的搬走。当他在给房子做大扫除时，无意间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张门卡，并不是自己的。经历过一些磨难之后，金敏也变得干练起来。他拿着那张门卡，挨个去试整个公寓的房门。他怀疑是公寓里的其他男人在骚扰自己，没想到这张门卡竟然打开了701的房间。金敏壮着胆子走了进去，在房间里找寻有价值的线索。房间里杂乱无章，似乎发生过打斗，墙上挂着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，还发现了一份刷卡消费记录。他把那份记录带了出来，并和他的前同事孝珠研究起了那份消费记录。同时他们还得知，那个屋子里居住的女人叫做江成慧。通过分析那份消费单据，他们发现江成慧每天下午1点都会去固定的便利店消费3200韩元。于是两人打算去便利店里蹲守那个女人。到了便利店之后，孝珠饿了，金敏便请她吃泡面。在吃泡面时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女人花3200韩元买了一桶泡面。那一刻正好是下午1点，两人开始跟踪那个女人，却在一个岔道口跟丢了。两人决定分头寻找。金敏在路过一家破旧的院落时，发现院子里的门前堆着一些泡面盒，和刚才便利店那个女人是同款泡面。
精敏大胆地走了进去，结果发现这家房门的密码锁和自家的一样。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他输入了自己家密码锁的密码，没想到门真的打开了。精敏走了进去，还给笑珠打了个电话，东张西望了一会儿，竟发现一个女人被捆绑在了床上，女人的身体正在接受输液。仔细一瞧，果真是江晨慧。本想打电话报警，恰巧这时有一个男人正要进入房间，精敏害怕的赶紧躲到床底下。男人进来之后，在女人的输液器里加了一些药品。男人把女人弄下床之后，开始对着陈慧的尸体乱看了起来。显然对方是一名杀人犯。精敏害怕极了，他趁凶手不注意，迅速地跑出了屋子，但他的手机却不小心落在了屋里，这让凶手发现了他的存在。精敏跑到一个胡同后，却被凶手拦住了。精敏拼命地往回跑，本以为甩掉了凶手，谁知凶手又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在这危急时刻，好友笑珠跑来帮他，用小推车推倒了凶手。可是笑珠也被凶手推倒了。正当他要被凶手杀害时，有辆警车经过，笑珠高喊救命，凶手被吓跑了。很快，警察在附近的垃圾桶里发现了尸体，尸体的手指还夹着精敏的名片，这明显是凶手对他的警告和示威。警察开始怀疑那天和精明争吵的那个男客户就是凶手，因为当时精明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他。男客户名叫金基正，通过监控还发现金基正经常在晚上跟踪精明。金基正很快被捉拿归案，不过金基正对于警察指认的罪行矢口否认，警察也没有足够的证据，只好放走了他。不过精明从原来的住所搬了出来，他搬到了新租的房子里，金基正则来到精敏原来住的公寓报复精敏。得知精敏搬离后，他谎称自己是精敏的表哥，从物业工作人员手里要到了精敏的新住址。另一边，精敏刚在新的住所定下神来，入住的第一晚，门把手突然又动了起来。精敏走过去，原来有人给他送了快递。精敏打开快递之后，里面装的是他之前落在凶手家的手机。这时笑珠打来了视频电话，可精敏接通之后，手机里的画面却是一个黑衣人，还有笑珠被绑架的视频。他让精敏赶紧过来，不然就会杀了笑珠。精敏飞快地从家里往笑珠的家里跑，到达后他用力敲门，却没有人开门。这时金基正出现了，他狠狠地殴打了精敏。危难之际，警察及时赶到，抓住了金基正，而精敏用灭火器砸开了笑珠家的锁后冲了进去。在房间里，他看到笑珠的脚被锯断了，笑珠被送到了医院。精敏通过和警察聊天得知，是金基正打伤了笑珠，然后引他来笑珠家，再伺机报复他。对于笑珠受伤住院，精敏非常内疚。精敏回到家之后，他把警察送他的企鹅摄像头放到了柜子上。隔天，精敏在超市购物时，突然碰到了前公寓的管理员，管理员名叫韩东勋。韩东勋不停地向精敏询问着他受骚扰的事情，这让精敏些反感。精敏在结完账准备离开时，他忽然发现韩东勋购买的是一份3200韩元的泡面。精敏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他觉得韩东勋就是骚扰自己的人。回到家后，他接到李警官打来的电话，这才得知金基正也被人杀害了，所以他不是凶手。李警官还提醒精敏，要他最近待在家里，不要出门，因为这样还安全些。精敏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床上，却忽然看到桌子上放着同款3200韩元的泡面。精敏想到自己已经提前在屋内装好了摄像头，于是快速地打开手机，想看看到底是谁进入了自己的屋子。此刻的他真的变得成熟了很多，不再像原来那样懦弱和恐惧了。他仔细地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回放，结果发现果然是前管理员韩东勋进入到了自己的房间，而此刻正躲在自己的床底下。精敏被吓得不知所措，腿不自觉地颤抖了起来。突然床下伸出一只手，用力地抓住精敏的腿。精敏吓得拼命逃跑，但最终还是落到了韩东勋的手里。此刻警方也开始怀疑起了韩东勋，因为在金基正死的第二天，韩东勋也辞职不见了。另一边，韩东勋给精敏打了麻醉剂，让他瘫痪在床上。原来韩东勋一直在暗恋着精敏，不过他对精敏的爱是扭曲和疯狂的，他的内心也是极度变态的。韩东勋用极其扭曲的态度对待着精敏，精敏拼命反抗。他在咬伤了韩东勋之后开始逃跑，韩东勋自然是不肯放过他。危急时刻，李警官及时赶到，可是李警官却被韩东勋反杀。这次精敏他不再犹豫，不再害怕，选择正面对抗。两人扭打在一起，突然墙上的柜子倒塌，将两人扣倒在地上。韩东勋的手被钉子刺穿，无法动弹。最后，精敏靠着强大的勇气和坚强的毅力杀死了他。事后，法院判精敏出于正当防卫无罪释放了，日子总算是恢复了平静。影片到此结束。影片探讨的是独居人士的安全问题。单身女性尽量不要独居，如果独居的话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保护好自己，否则你的避风港有可能就变成化粪池了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喽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